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本期让老婆当模特，带来超爽音画游戏体验，浑身散发万丈光芒的 UP 主，简称魔杖 UP， 和你们最爱的李老师了。最近又有小伙伴向我发问了，如何打造超爽沉浸式客厅呢？所以本期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给出的一套超爽沉浸式游戏客厅解决方案。有了它们，不仅可以提升打游戏的沉浸感和房间里的艺术感，甚至还可以提升你钱包里的空旷感。那么想要沉浸式的游戏体验，除了钱，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没有错，我们需要的它就是房子 house。是的，没有错啊，有房的伙伴们可以继续观看了。那么在客厅玩游戏最重要的两个东西是什么呢？那当然是你的房子有客厅，和客厅里没人跟你抢电视了。非也，那当然是电视和音箱了。视觉和听觉是一个也不能少。众所周知啊，游戏想玩的爽，首先就是视觉的体验必须要强。电视我搭配的是一台飞利浦的 PUF8896，跟一般的电视相比，它有自己独特的长处和独特的优势，也就是它美丽的背部上的灯，可以说在装灯的方面呢，确实是被飞利浦拿捏的死死的。环景光技术呢，也可以说是飞利浦的祖传配置了。在看片或者打游戏的时候，氛围光可以随着屏幕的变化而变化，可以说真正的让画面射出屏幕来到家里。65寸愣是给你玩出了100寸的感觉，这不仅会让你感觉屏幕增大，沉浸感变强，玩打手枪游戏时被人扔了闪光弹，甚至会感觉更瞎呢。环景光除了可以随着画面变化，还可以设置跟随音频变化，可以说是在家蹦迪神器了。环景光其实还有一个优势，也就是在暗环境当中，如果没有环境光，电视和背景会有非常大的明暗差，就会非常的容易引起视觉疲劳。长时间的这么搞下去，就很容易解决你嫌自己瞎的比较慢的问题。而有了环景光，可以有效的缓和屏幕的内和外，减少你视觉的疲劳。当然，被扔闪光弹除外。配置方面，它支持 4K 120，有 HDMI 2.1 接口，还有 VRR 自适应可变刷新率，支持次世代主机毫无压力。画面那是必须无卡顿无撕裂，并且延迟是超级的低，绝对不会发生游戏不跟手的低级问题。你的菜也再也不能怪电视了。那么想要玩游戏沉浸，除了视觉的体验，很多人最容易忽视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听觉的重要性了。李老师搭配的呢是飞利浦的 B8967 5.1.2声道的环绕音箱了，它采用了欧式的简约设计，有一个低音炮，还有2个后环绕，还有一个回音壁。回音壁的尺寸不错，在电视的下面可以很好的插进去，可以跟电视很好的融为一体，真的是可歌又可泣。尺寸合适真的很重要。它有一个8英寸的超大低音炮，低音真的是爽到呱呱叫，而且环绕音箱真的非常具有代入感，声音来自你的四面八方，尤其是一些3D 动作游戏啊，每次被后面的敌人袭击传来的音效都会让我菊花一紧，想必能够很好的锻炼括约肌吧。以后想上厕所的时候，想必能憋得更久吧，非常的适合想上厕所而不敢请假的同学们。但这要是玩个恐怖游戏，也绝对可以增加你害怕的情绪，非常的利好需要力量排毒的人士，这样还可以有效的节省你家里的水资源呢。我的意思是不敢喝太多水，因为怕总去厕所。音箱的最大峰值功率呢是780瓦，除了低频，高中频也非常的令人满意。玩游戏可真的是爽他妈酷爽，爽死了！给你们听听啊。我还特别喜欢这个充能的声音。另外我还喜欢的一点呢，就是低音炮和后环绕除了需要连接电源，就不需要别的线来连接了，这样也能有效的避免客厅的凌乱。它们是通过2.4 吉赫兹连接的，而且无需手动连接，插上电源就是自动连，这点就非常的人性化。声和光的结合，视觉听觉双满足的体验，确实可以让看片玩游戏更加的沉浸。那么这就是李老师的沉浸式游戏客厅解决方案。如果你想提升游戏的爽快度，看片更加的刺激，又恰巧你有客厅，你有主机，还有游戏和 money， 那么飞利浦的这一套设备呢，还是值得考虑。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别忘3连1波，起码说吧，下次吧。我就是那个本期让老婆当模特，带来超爽音画游戏体验，浑身散发万丈光芒的 UP 主，简称魔杖 UP， 和你们最爱的李老师了。下期再见。李老师他很帅，还有一点可爱，可惜他是变态，点赞安排，非常有次世代的感觉。